甲呢？我今天来，是替我弟弟出战。报个家门吧，我是静海密宗拳第6代掌门。敢问阁下，我要打的是霍元甲，不是你。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的来历，你不配。哼，配不配，只有打了才知道。果然是高手，可惜只是嘴上的。你的功夫比霍元甲的徒弟是要好多了，不过打败你也只需要3招。我很想知道，如果你死了，霍元甲是否会为你报仇？好啊，3招之后，我再告诉你。中华武学博大精深，尔等匹夫怎能理解？怎么样？我说过3招就可以打败你，现在你服了吗？我在东北曾经打死了60多个武林高手，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，倒还真不如你。你们中国人就是这样，对自己的东西参悟不透，就敢拿出来吓唬别人。你不是说中华武学博大精深吗？拿出来呀！你还有脚？28路弹腿你会不会？少林的罗汉腿你会不会？你还配谈中华武学？我突然间又改变主意了，因为在我看来，霍元甲可能根本不值得我去打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认输，承认你们中华的武学不如我们大日本的武术，我就饶你一命。如果我们2个真的只是比武，我会认输的。这是战斗，我和你，中国和日本，我可以被杀死，霍元甲也可能被你杀死，但你永远赢不了，因为你赢不了中国。可是我们已经赢了，台湾已经归属我们大日本的版图，接下来是东北，然后是山东，总有一天，你们这帮中国人，迟早会变成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臣民。你们是亡国奴，你们只能做我们的奴隶。痴心妄想，你欠下的血债，总有一天会让你加倍偿还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死的时候还算是个英雄，我会告诉他们的。去死吧！我给皇上丢脸了，我给中国人丢脸了。让元甲养好身体，再来报这个仇。师傅，这是。有什么发现吗？
很奇怪，不像他的风格。什么意思？他完全在表演，根本没有尽力，很多招式都拖泥带水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也不明白，大概他是不想让我看到他真正的实力吧。其实我们也一样，我只是把比赛的时间尽量的缩短，而他却在尽量的延长。这一点我也看出来了，但是他似乎每次都在试探对方的出招方式。哼，他这是在向我示威，我是不会上当的。我希望你能用更多的时间来展示我们东瀛武道的力量。你在中国待得太久了，已经被他们同化了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中国人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也许说得很对，可是你4强的对手已经弃权了。那个德国人为什么弃权？这不是他们的风格。他们的风格能敌得过我下的药吗？太没有出息了！武士的荣誉绝不能用这种方法玷污。我不是武士，所以也没有你那么多的顾虑。我是奉命来扫除你的障碍的。这一战，我们日本人不能输。告诉你，在我的眼里，没有移不开的障碍。别干蠢事。你负责你的，我负责我的。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应该是为了大日本帝国。好好准备你和霍元甲的决战吧。现在出场的是英国拳师鲁尼。那边的是中国的代表霍元甲师傅。准备好了吗？OK。好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好的。现在，请选手上场。好，师傅好。绝对没有问题。我这个是可血的力量。无耻！我听说你也打过这个，不是吗？我要好好教训你。好，师傅，停，不要过去。师傅，下来吧。师傅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用了药。
我会打倒他的。拿着，到时候你假装被打倒，他一定会跟过来。你用这个药迷住他的眼，只要他看不见，你就会获胜了。 冷静，冷静，都冷静，冷静一下，冷静，冷静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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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师傅，师傅啊！我的眼睛很疼。师傅，那怎么办？他们敢使诈呀！师傅，他用东西迷住了我的眼睛，那怎么办啊？师傅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师傅，怎么办？这声啊，我就算看不见，师傅，我可以听，我可以听。师傅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办。师傅，师傅，裁判，师傅，那个别下拍，别下拍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，快走！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师傅，怎么办？各位观众请注意，各位观众请注意，霍师傅将在第3个回合当中为大家展示听声辨位的绝技。为了配合霍师傅的表演，务必请大家保持绝对的安静，绝对的安静，谢谢大家。这样怎么打呀？来呀！这是什么鬼把戏？这也是科学，它叫做中国功夫。摇摆！安静！别出声！别出声！
日本武道第一高手伊藤博文。接下来出场的是中国的霍元甲师傅。下面，请我们的主席龙少基先生宣布比赛规则。好，下面我宣布比赛规则。第一，师傅，伊藤在那边，他可是你的仇人啊！8分钟，中场休息3分钟。第二，大师兄，双方可以用要不弃权算了？的攻防招法，拳、看看再说。膝、肘、摔，但不得使用犯规动作。我就说到这里了，请比武双方上场。师傅，你的手。好的。你的手。经理。师傅，师傅，这是我们打垮中国人的最好的机会。你不是大英雄吗？你不是那个打败过俄国大力士的霍元甲吗？你是霍元甲吗？啊，霍元甲！哈哈！哼！你们中国人是我见过的最没斗志的人，这样的一个民族是根本没有希望的。就像现在，你们每个人都想我死，却只派得出一个疯子，因为他们根本上不了这个擂台，只会让你来送死。看看你可爱的同胞们多么的自私！你们现在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东亚病夫。你们，你说够了吗？没说够。你没机会再说了，让我们中国人回答你。好啊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你装疯，假痴不癫，这是36计。你以为你的暗器能打着我的风筝线吗？你们中国人根本就不是武士，为了一己私仇，竟敢使诈。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的祖先，日本浪人，屡犯我东南沿海。从那时开始，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，又使得多少人无家可归。这些人和我哥哥一样，都是无辜的。所有的仇，我们一定要报。当今世界是由强者说了算。当年要没有那场神风的话，我们大日本民族不也就被成吉思汗的铁蹄给踏平了吗？事实很清楚，要不是我们天皇锐意改革新政，想必我们今天的日本也会和中国一样。所以，告诉你，规则永远是由强者制定。
结束，分开，请分开。师傅，没事吧？师傅，你没疯啊？我是假装的，我们的武馆有内奸，快点查清楚。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没看见吗？他是在装疯。我在问你为什么这么狼狈？他的招数我从来没见过，我现在打不赢他。不过在最后一刻，他有几招明显力不从心。他装疯，骗我们对他停止了下毒。他现在是用内力在压制毒性，只要我们激怒他，让他血气上涌，毒性就会发作的。师傅，怎么了？我被下毒了，要不要紧啊？没事。打到！我今天一定会打败你。好啊，不过力度太轻了。打得好，师傅！10、9、8，刚才你们是大声的侮辱中国人吗？现在怎么不说了？5、4、3、2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快回家去休息！快，走，快！慢点，快！让开！让开！龙大人，按照比赛的规则，应该立即结束这场比赛，将冠军判给日方选手。那不行，这霍元甲的伤势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清楚。也许处理好以后，他还能重新上场，是吧？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，有道理。对。那好，如果5分钟之后霍元甲还不能出场的话，就判他输。这，对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师傅，大夫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师傅，怎么办？大夫，你救救我师傅啊！现在马上送我们的教会医院去抢救，也许还来得及。宣布吧。现在还剩2分钟，如果霍元甲师傅不能出场的话，比赛就将结束了。怎么样了？霍师傅，怎么样啊？龙大人，我师傅他又昏过去了。好了，还是认输吧。
么了？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师傅你怎么了？师傅，请安叫。元甲！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师傅，简单不在外面，我们现在送你去医院，走。听懂了。还有最后1分钟，你要再不上场，就只能喊你输了。师傅。还有要说的吗？有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讲。等你打赢他，我会慢慢告诉你的。袁家。根本赢不了我，霍元甲，你已经中毒了，我要看着你怎么死。真正中毒的是你们，霍元甲，你和精武们都会和你哥一个下场，你们中国人没有希望了。国家兴亡，
匹夫有责。我霍元甲今天倒下去了，还会有千万个霍元甲站起来。中国人是打不倒的。做错了什么？你帮那些狗官看家护院，不配做我的徒弟。我只是给新君当权术教头，保镖之事只是帮忙而已。帮他暗算皇上是吗？你也配有对他辫子？徒儿冒犯了师父，请您责罚。四哥，兄弟王武又负你所托，竟然收了这样的徒弟。等什么？上！原来是个婆娘。
怎么解释？我们下午确实开过一个会，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要不要刺杀王武师傅。会议结果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这就是你们的革命纲领。你错了，我们会议的结果是不去刺杀王武师傅，因为这会分散我们的力量。但是我们会尽力保证提督大人的安全。另外，我们也会尽力查清那些来历不明的人的身份。冤家，你在现场有没有发现其他证据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东瀛忍者的迷烟。成事不成人，成人不成事。前日为师再探西郊大营，方知起义之事，乃提督与日本人勾结之阴谋也，意在将革命党人引蛇出洞，一网打尽。冤家若得见此情，速来西山下营救龙先生等人。他们马上就要来了，你们记住，一会儿他会给我们一批枪械，但是你们手头上的武器不能丢掉。好，知道了。驾！龙金孙，王武，他这个时候来干什么？龙金孙，龙金孙。你这个时候来找我，有事吗？你们中了那提督的奸计了，他已经串通了日本人，准备将你们一网打尽，然后向朝廷邀功。你简直是一派胡言！我们确实曾经和日本人谈过起义的事情，虽没能合作，可他们是支持我们的。这是我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，能有假吗？哼！断头不断志，山下聚红龙。53刻，西山下碰头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们在下面说话的时候，我在上面全都听到了。我本来想把你们全都杀了，但是突然之间冒出一个日本人，我这才知道他们的阴谋。别说这么多了，我认你这个朋友，快带上你的兄弟跟我走吧。王师傅，现在不是朋友不朋友的问题，我根本没办法分清楚你的立场。我要对我们的兄弟们负责，对革命负责任，我只能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。我有什么立场啊？我当你是条汉子，所以不想让你白白送死。我来是想让你们快走，可你却执迷不悟。那好吧，告辞。他们来了。检查一下，打开箱子。是空的，打开，空的没有，也是空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打开，还是空的，都是空的。
还是空了。这怎么？开炮！别慌！都别慌！都别慌！走！我早就跟你们说明了，这片地已经由你们本地政府转让给我们大英帝国作为使馆用地了。如果你们10日之内还不撤离，我们将以文明赋予我们的权利和技术，把你们这些野蛮的人处理掉。别以为你的洋枪能吓得住我们！开枪！反对洋人拆我牌楼，把洋人赶出中国去！把洋人赶出中国去！把洋人赶出中国去！所有人准备！你们这些刁民，你们这些行为是违法的。笑话！
这是我们大清的土地，怎么能让你们横行霸道？如果你们再不撤，我们就开枪了！誓死保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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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誓
誓死保卫！开火！什么声音？啊，师公，宝器放鞭炮，没事的。放屁！啊，这里离震天牌楼只不过半里，那边肯定出事了。我去找人家。没事。哎，师公，师公。弟兄们，跟他们拼了！扔火球！元甲，你去救人，我去杀敌。是的，走啊！师傅，走啊！准备，开火！唐公，过江不过，往水里去了。分碎吧，我开火！睜開眼吧，小心看吧，那個元神老人為屬與人緣，人家要氣人。開口叫吧，高聲叫吧，這裏是全國皆兵。力量都要侵入，師傅，快走！終別是命，萬里長城永不到，千里黃河水滔滔，江山秀麗疊
采风领民各国家那像烟兵，冲开血路挥手上吧，要致力国家中兴。旗扬国土在高表达，这谁是天意情？春巧柔，八卦陈刚，六合多变，形意玄雄。你们合起来，我可就不敌了。但你们会合起来吗？在座的这位可是宫本，快把我们的会旗还回来！你们的掌门怎么都没有来？对付你，不用我们掌门出手。呀！我看不用我动手，你们自己就打起来了。师傅，这个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上一次在茶馆里我们碰到过他。哦，对。你是什么人？请问，哪位是天津武术总会会长陈少明掌门？我就是。在下宫本一郎。今天特来给陈掌门下战书。陈掌门代表天津武术界，我代表大日本武术界。3天后我们决战。我答应你，咱们3天后见。多谢，告辞，请。您放心，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尊严，不成功便成仁。永春派陈少明前来讨教。在下宫本。陈师傅能来，我很高兴。永春派功夫我仰慕已久，希望陈师傅今天能够多多指教。客气。能和东洋武师比武，也是我陈某人的荣幸啊。希望陈师傅今天能够全力以赴，我也不会客气的。比武难免死伤，你可还有什么话要向亲人交代？既来之则安之，既然来了，就没考虑那些。好，那咱们就废话少说，请。
刚劲，出手狠辣，看着变化不多，但招招致命。而陈会长的咏春拳则短桥窄马，寸发寸剑，变化多端，两人不分伯仲。黄师傅，你说陈会长能不能取胜啊？现在很难说。陈会长年事已高，虽然功底深厚，但毕竟拳怕少壮，宫本在体力上更胜一筹。可是我觉得陈会长他肯定能取胜的。陈会长必胜，必胜，必胜！师傅，陈会长他支持不了多久，他打不过宫本，一旦被宫本抓住机会，以宫本的狠辣，他非死即伤。这还不好说，不过你的武学修为进步了不少。师傅，陈会长好像不行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宫本已经熟悉了咏春拳的套路，如果再打下去，陈会长凶多吉少。既然你们胜负已分，又何必置人于死地呢？霍元甲，我要和你比武。我不会和你比武的，你走吧。黄师傅，咱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！宫本先生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不会和你比武，回去吧。霍元甲，你不配练武。配不配练武，你们日本人说了不算。不比也可以，那你必须把这坛酒喝了，那就算你怕了我们日本人。练武的人不会喝那么多酒。霍元甲，你根本就是个缩头乌龟！你止声！霍师傅，这小日本骂我们中国人是缩头乌龟，太嚣张了！是我告诉你们三个，以后做事不要这么冲动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没有？你不是霍元甲的徒弟吗？是不是你师父改变主意了？我跟你打。我们日本武士和别人比武是有规矩的，你现在这个样子好像是强盗打劫，不是武士比武。我不会和你打，除非你师父霍元甲来。快拿命过来！够了，我不会和你打。
使出真本事是不行的。元甲，冯师傅没事吧？很难说，但他不能拖得太久。你身体有病，你少废话。陈真，冯师傅既然有病在身，为什么还要打下去？我不知道。一定要注意每一个细节。来呀！冯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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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冯师傅，冯师傅，公本，陈真，陈真，陈真，这是公平的比武。不要冲动啊，陈真。陈真。元甲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他最后一招了吗？冯师傅，公本，我要你偿命！陈真，公本真。师傅，去吧，去送死。他根本就是有病在身，这不能怪我。公本，我要和你决斗。好，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。下面是代表迷踪拳的霍元甲迎战日本武士宫本一郎先生，生死状已签好，比武本着生死自负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比武开始。师傅，小心呐！小心啊！霍师傅必胜！
这个霍元甲，霍商。师傅，我们赢了！谢谢。霍元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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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霍元甲。霍师傅，恭喜啊！ 我师父跟我讲了很多道理，我没能全部明白，但是跟我讲了8个字：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你能承担起这个责任吗？啊？你师父不是很厉害吗？可最后不还是死了吗？霍元甲会死。 王秀芝会死，我陈真也会死。你以为你不会死吗？但精武门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死的。那就别浪费时间了，来吧！ 别
许上！你以为功夫就是一切吗？你功夫再快，还能快得过子弹吗？你敢赌吗？我有什么不敢赌的？大不了一死，我也是为国尽忠。来呀，杀我呀！你是不是不敢跟我赌啊？是不是输不起啊？你好，我跟你赌，来呀！我数到5，看是你死还是我输。来呀，来！1、2、3、4、5。到底还要等多久？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虹口道场是日本人的地方，陈真怎么敢在那里杀人？我们约定了5时他来自首，还希望你不要太心急。姨父，姨父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陈真他杀了日本人，现在我们到这儿来抓人。如果你们在5时之前交不出陈真的话，那我就烧了这房子，抓走所有的人。怎么会这样？还有没有天理啊？那是日本使节施压的结果，否则的话，他们会动用租界的宪兵来抓人，那我就没办法控制了。姨父，能不能帮我们跟那个日本使节交涉一下？没得交涉，你怎么还跟他们沆瀣一气？姨父，这个陈真，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剑南，看来他们已经找到龙海社尸体了。姨父，龙大人，如果一定要治罪的话，定什么罪？结党谋反，十恶不赦之罪，枭首示众7日。所有的精武门弟子都要治罪吗？只惩恶首，不救随从。谢谢龙大人宽宏大量。真生，说明情况。遣散所有弟子。精武门好不容易有今天，怎么能说散就散？你这个杀人犯，好大的胆子啊！你给我闭嘴！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土地，没有你日本人说话的份儿。你只需要记住，血债要血来偿。我多杀你一个，又能怎么样？陈真，还我儿子的命！你儿子是畜生，杀了他，我是为民除害。陈真，别胡来！
不能一错再错。亏你还是副本官，我师父被害死了，你却带着日本人到我们精武门里捣乱。啊！你为什么杀人？本官自会查清，还不快快住手！陈真，陈真，杀了日本使节，所有的精武门弟子都会受牵连的。对，你放了我，这事可以从长计议。你们毒死我师父，还说是公平比武，我不相信你这鬼话！巡抚大人，是不是我出了这个门之后，所有精武门的人都不会受到牵连？对，对，我没有问你呀。说，本官向你保证，赶紧放了日本使节再说。对。振生，答案。把这个放到师父的坟前，让他看到，他会很开心。没事，没事，放心。我陈真这辈子最亲的人都到那边去了，我很想他们，我要去找他们。巡抚，麻烦你出去告诉那些兄弟，等我一出门就开枪，找这里打。你就说，被他们打的是匹有血性的狼，不是东亚病夫。回去告诉你们日本人，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。霍元甲也可能被你杀死，但你永远赢不了，因为你赢不了中国。眼前这个表情痛苦的男人名叫霍元武，正是民族英雄霍元甲的哥哥。就在刚刚，他代替精武门出战空手道高手伊藤太郎，可对方看到来者不是霍元甲，当即口出狂言，表示不用3招便可分出胜负。眼看对方如此嚣张，霍元武放下大刀就要教训一下伊藤，可几拳下来，他连对方的衣服都没碰到。霍元武这才明白遇到了高人，果然是高手，可惜只是嘴上的。你的功夫比霍元甲的徒弟是要好多了，不过打败你也只需要3招。经过刚才试探性的交手，伊藤忽然改变了主意，为了逼迫霍元甲现身，他决定和霍元武决一死战。随后伊藤摆好姿势开始认真了起来，二人双方又是一番激战，但几个回合下来，霍元武不仅没有占到伊藤半点便宜，反被对方3拳2脚打翻在地。3招已过，霍元武明显不是伊藤的对手，但为了捍卫中国功夫，他拔出霍家刀，打算与伊藤做最后的一搏。不料被对方抓住后，直接打断了双手，最后重重的一脚，直接让霍元武失去了反抗能力。你们中国人就是这样，对自己的东西参悟不透，就敢拿出来吓唬别人。你不是说中华武学博大精深吗？拿出来呀！你还有脚？
28路弹腿你会不会？少林的罗汉腿你会不会？你还配谈中华武学？随后伊藤过来抓住霍元武，表示他愿意认输的话，自己可以放霍元武一马。但中华男儿都是铮铮铁骨，如今又岂会向日本人低头？我可以被杀死，霍元甲也可能被你杀死，但你永远赢不了，因为你赢不了中国。眼看霍元武宁死不屈，伊藤最终将他无情的杀害。到了第二天，霍元甲外出回到武馆，可当他得知大哥去世的消息后，伤心不已。接着他只身来到虹口道场，他今天就是要看看能打败霍家拳的人到底有多厉害。敢问兄弟，这迷宗派是什么门派？其实迷宗派是在下自创，意思是无宗无派，融汇百派。霍元甲此言一出，立马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起来。原来霍元甲即将去跟宫本比武，可各大掌门觉得他无门无派，根本不够资格参赛，搞不好还会丢了国人的脸，于是开始茅坑里搭竹棚，摆起臭架子来。告诉你霍元甲，你们无门无派，没有我们同意，不许你跟宫本比武。闻听此言的陈真气愤不已，既然你们有门有派，那为何不敢去挑战宫本？就在双方争执之时，陈会长忽然想起一个人来，他就是太极推手冯坤。此人不仅武艺高强，并且懂得以柔克刚，是对付宫本的不二人选。可冯坤早已退隐江湖多年，天津没人再见过他的踪迹，想要找他出山谈何容易？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，霍元甲忽然想起一个人，他就是武术总会的扫地公。别看他表面上其貌不扬，可他的一举一动颇有太极宗师风范。听闻此话，陈会长立马让他们前去一探究竟。随后霍元甲等人来到后院，打算在拿馒头之时故意掉落盘子，好逼对方亮出太极擒拿手。但冯坤似乎已经看出了他们的目的，于是并未出手相助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尽管吃尽管吃啊！我来。虽然这次没有探出冯坤的真实身份，可霍元甲也没有就此放弃，他一定要找出冯坤，好去打败宫本。接着就在对方打扫卫生之时，他让弟子再次上前试探，而冯坤没有提前提防，结果一不小心便亮出了自己的太极绝学揽雀舞。冯师傅，这么多年，你一直都在天津武术总会，要不是霍兄弟把你认出来，我们还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冯坤呢！啊！面对这些夜郎自大的家伙不断吹捧，冯坤不仅没有一丝高兴，反而感到很是生气。因为武术总会在日本人的疯狂挑衅下，大家不但没有团结起来，反而互相敌对排斥。虽然大家被冯坤骂得狗血淋头，但还是诚心邀请他出山打败宫本，好为天津武术扬眉吐气。但冯坤出于种种原因拒绝了。过后霍元甲找到冯坤，希望他能改变主意，帮天津武术夺回颜面。冯坤看到霍元甲一片诚心，于是答应出山挑战宫本。太极对战空手道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，宫本对冯坤的出山也很是惊讶，但为了达到打击中华武术的目的，他还是做好了迎战的准备。那冯坤最终能打败宫本，为国人争气吗？元甲，你是你们国家的耻辱，我不惯，我要你死！这是霍元甲人生中的殊死一战，万国比武大会如期举行，而霍元甲这次的比武对手却是比大力士更厉害的英国拳王。据说此人不仅实力强悍，而且为了当众打垮霍元甲，鲁尼还在体内打了不少兴奋剂。那霍元甲这次又该如何应对呢？只见比赛一开始，霍元甲就使出擅长的迷踪拳，并且三拳两脚打得鲁尼连连后退。可随着交手的渐渐深入，霍元甲忽然发现对方比武作弊，我就觉得你有问题，我这个是可学的力量，我要好好教训你！第一回合结束，霍元甲略占上风，可在中途休息时，洋鬼子偷偷给鲁尼塞了一颗药。他们这是打算要干嘛？第二回合开始，双方又是一番激战，但这时鲁尼突然假装摔倒，等霍元甲靠近后，一把撒出刚才的五福伞。霍元甲顿时双目失明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而对方却趁机对霍元甲痛下死手。元甲，你是你们国家的耻辱，我不惯，我要你死！就这样，双方在不公平的情况下打完了第二回合。可现在的霍元甲依旧双目失明，如果再继续打下去，恐怕凶多吉少。然而这时霍元甲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。师傅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办。各位观众请注意，各位观众请注意，霍师傅将在第3个回合当中为大家展示听声辨位的绝技。原来霍元甲这是要蒙住双眼对战，见此情形，就连老对手伊藤都惊呆了，而场下观众也是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影响了霍元甲的发挥。第3回合开始，鲁尼在台上来回走动着，试图干扰霍元甲的判断。随后突然一个重拳袭来，不料被霍元甲躲开后快速反击。这是什么鬼把戏？这也是科学，它叫做中国功夫。鲁尼不服起身再战，可他的每次出招都被霍元甲轻松化解，甚至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击对方咽喉。气急败坏的鲁尼打算使出杀手锏，不料被霍元甲抓住后，一个借力打力扔下了擂台。霍元甲胜！
霍元甲赢了，场下国人无不欢欣鼓舞。但狡诈的王希文为了让伊藤拿下冠军，他不仅派人抓走赵倩楠，甚至还安排卧底在霍元甲的饭菜里下毒。那霍元甲最终还能参加比赛，成功打败伊藤马。我们下集继续。你看外面，奸臣当道，贪官横行，崇洋媚外，卖国求荣。生活在这样的国家，谁不是病夫？谁不是病夫？眼前这个发着怒吼的男人，便是大名鼎鼎的大刀王五。他铁骨铮铮，十分爱国，是晚清时期难得的英雄汉子。而年幼时的霍元甲正是受到他的影响，所以日后才会心系天下，书写一段流芳百世的武侠传奇。今天就让我们来聊一聊这部经典电视作品。霍元甲出生于天津静海的武学世家，由于他从小体弱多病，所以父亲霍恩帝一直不同意他习武。但这也抵挡不住他对武术的热爱。这天，被人骂作病夫的霍元甲跑到河边撒气，恰巧碰到了在此练功的大刀王五。王五看到霍元甲虽身患哮喘，但仍然自强不息，于是便收下他为徒，传授霍元甲武功。时间一晃10几年过去，霍元甲也渐渐长大成人，但他却从未向任何人展露过自己的拳脚。直到下周的比武大会，霍元甲才迫不得已出手。原来，天津静海共有2家武馆，一个是以霍恩帝为代表的霍家武馆，另一个是赵兴显为代表的赵家武馆。2家原本都属于密宗源流，可到了清朝末年，密宗一分为2。如今为了争夺谁才是纯正密宗，霍赵2家准备举办一次比武，谁赢谁正宗。转眼就到了比武的日子，现场也是站满了围观的群众。为了公平起见，县老爷还特意请来了权威人士刘师傅过来主持比赛。光绪21年甲午年闰9月17，此霍赵2家本系同门，奈何高下不分，决意比武，以显正宗。此次比武重在切磋，点到为止。比武现在开始。随着刘师傅的一声令下，双方比武正式开始。这局是由赵振北与霍元英比试拳脚功夫。只见赵家拳一开始就明显碾压霍家拳，但交手数招，霍元英一个借力将赵振北拉了过来，可惜被对方一个翻身轻松化解。接着2人又是一番激战，最终由于霍元英求胜心切，被赵振北一拳打翻在地，输掉了比武。赵家一开始就拿下了一局，接着第2场是由霍元武与赵振北比试兵器。如果这局霍家再次落败，那密宗源流的称号就要被人拿走。霍元武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双方打的也是你来我往，不相上下。可就在交手关键阶段，一个独臂老人突然凌空杀出，打断了2人的比武。今天是霍元甲追悼的日子，但却有一群小日本不请自来。他们不仅出手打伤武馆地板，甚至还特意送来了一块牌匾。可当龙海生打开一看，瞬间就傻眼了，上面竟写着东亚病夫4个大字。他今天肯定是死定了，因为这明显中了王希文的借刀杀人之计。你这个王八蛋！只见陈真3下5除2便解决了门外的东洋人。可当他看到对方送来的牌匾时，瞬间就怒了。这些人竟敢在师傅灵前如此侮辱！随后陈真让师弟们关门打狗，他今天就是要和龙海生做个了断。可还没等陈真动手，龙海生就开始先发制人，无奈他不是陈真的对手，直接被3两下打倒在地。上面写的什么？东亚病夫？说谁呀？说中国人的？错，是说你，陈真，你这个傻瓜，你竟敢在精武门杀人！你如果把我们全都杀了，精武门就完了。随后为了和精武门同归于尽，龙海生竟将自己的手下残忍杀害。但这时一把尖刀穿膛而过，原来是他的手下早已看清形势，不想再助纣为虐。只可惜龙海生执迷不悟，在送走最后一位手下后，接着精神恍惚地走出了房间。他到死也想不明白，自己如此相信王希文，换来的却是一次次被利用。不仅皇帝没做成，最后还丢了自己的小命。虽然龙海生已死，但主谋王希文还在逍遥法外。在跪别霍元甲后，陈真带上牌匾来到了虹口道场。他今天就是要和日本人来个了断。来吧！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这是霍元甲为国争光的一战，他今天的对手便是俄国大力士波索夫。在此之前，陈真、霍怀山等人就曾与波索夫交过手，可最终不仅陈真被打成重伤，武术泰斗霍怀山更是含恨而终。为了挽回国人尊严，霍元甲决定向大力士发起挑战。霍元甲，你终于出现了！我今天来是为了告诉你，滚下擂台是什么滋味。随着对方蔑视的一笑，2人的对决也随即展开。只见大力士一上来就使出擅长的擒拿手，可俗话说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
霍元甲在比武之前就学习了西方的杠杆原理，只见他先是躲开对方攻击，接着瞄准机会抓住对方头发，最后再来一个扫堂腿，直接从大力士头上扯下一把刀。不过这也成功惹恼了大力士，对准霍元甲发起了更疯狂的攻击。见此情形，场下国人纷纷替霍元甲捏了一把汗。然而此时却有人偷偷拿出枪，打算借机除掉霍元甲。原来这都是日本间谍搞的鬼，他们打算暗杀霍元甲，然后再嫁祸给俄国人，好坐收渔翁之利。不料霍元甲奋起反击，并很快占据上风。双方又是一番激战，749招之后，霍元甲直接骑到对方身上，接着不断攻击对方头部，最后一招咸鱼翻身，直接将大力士重重摔倒在地。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。霍元甲赢了，国人见后无不振奋鼓舞，而错失良机的日本特工不得不灰溜溜地离开了现场。霍元甲这次比武的胜利，不仅替国人挽回了尊严，更强大了民众的自信心。让我们为英雄霍元甲点赞。